蓝忘机抽出那只被他抓着亲的软枕扔到一旁，拿出香膏涂了满手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魏婴，蓝忘机抱住他，翻了个身，将魏无羡重新压到身下。他撑起手肘，只见魏无羡双颊潮红，唇角还挂着艳足的笑意，但呼吸逐渐变得悠长，竟又睡熟了。魏无羡自己释放完，居然又睡着了。蓝忘机看着他满足的睡颜，眼里开始聚集危险的光芒。啊！魏无羡这次是真的被操醒了。魏无羡完全不明白蓝忘机为什么上来就这么狠，精神涣散地想着，难道是因为憋了20多天，以后夜猎不能去那么久了，太要命了。见他有些走神，蓝忘机捏住他的下巴，强势地亲吻他，吸住他的唇舌，重重地啃咬吞噬。魏无羡被吻得几乎不能呼吸，待到被他放开唇舌，魏无羡感觉自己真是牡丹花下死了一回。蓝湛，梦里的你明明很温柔，怎么现实里这么粗暴？话刚出口，魏无羡便觉得说错话了。果然，蓝忘机低声问道：梦里的我更好。他将魏无羡大力掀起，翻了个身，让他俯趴在床上。啊，不要！韩光君饶命！辰时还未到，但此刻的夷陵老祖十分清醒。今天的夷陵老祖比以往起得更早了呢。一直折腾到午后，被魏无羡抛在彩衣镇的小朋友们都进了山门，蓝忘机和魏无羡才从净室里出来。慢点慢点！魏无羡故意扶着腰，走得磨磨蹭蹭。我这怀着你儿子呢。蓝忘机面无表情，但牵他的手还是抖了一下。真的，他还踢我了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放在自己小腹上，笑意盈盈，眼弯如月。蓝忘机轻轻抚了抚他的小腹，不动声色地说：不要踢。噗！蓝湛，你真是出师了。魏无羡伸手去触碰他如霜似雪的脸颊。奇怪，蓝湛的脸明明还是滚烫的，接我的话却不再难为情了。大古板真是厉害。走吧走吧，小朋友们都在等我们。魏无羡说完加快了步伐，几步蹦到拐弯处。蓝忘机快步跟上，拉住了他，一本正经的道：小心动了胎气。魏无羡顿时哑然，这是出师吗？这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两人转过角，只见蓝思追、蓝景怡、欧阳子珍和此次魏无羡带去的一众小朋友们都聚在此处等候。众人皆是一副震惊不已的表情，看见他俩甚至忘记问好。小朋友们齐刷刷的红了脸，眼神不知该往哪里放。蓝景怡和欧阳子珍则是一脸崇敬又关切地看着魏无羡，眼光在他腹部不断打量。于是魏无羡笑得直不起腰来。魏无羡平素教习，以实践为主，不在蓝氏讲学，有什么事常在养着兔子的草地上商议。一开始小孩们都站得笔挺拘谨，任由兔子们顺着他们整洁的裤管爬。几年下来熟忍了，便三三两两席地而坐，甚至一边玩兔子一边听魏无羡天南海北的闲扯。子珍，你说说我们在空中所见。魏无羡道：哎，你别再盯着我琢磨了，你真觉得我怀上了？您可是夷陵老祖啊，也许您还真就……欧阳子珍回嘴，但韩光君在旁便也没像平时那样真把玩笑话全说出来，急忙正色道：我们出升空时见赤峰坡果如其名，十里红枫绵延不绝，但飞至坡阴面附近，枫林叶色如墨，却不见枯萎之状，阴面不见阳光，看不清地面情形。我觉得灵力运转色滞，剑身逐渐沉重，于是您建议先行返回。那你的结论？没有阴邪之气，应当不是邪祟，或是妖兽，或是精怪。蓝景怡说：也可能是地里埋了什么东西。魏无羡说：都有道理。又点此次同去的其他人：你们都说说自己的看法。小齐，从你开始。我们依您所言，结成斗环阵，由地面向里搜寻，新风邪盘一直没有大的动静。近年来，魏无羡多次改良风邪盘，已经可以对邪祟的强弱分类示警。但在靠近阴面之处，我们并未感觉灵力运转受阻，想来是子珍在您遇见灵力耗费颇大。不是魏前辈给我们的护身符起了作用。魏无羡奇道：咦，子珍我没送过你护身符吗？只见欧阳子珍一脸幽怨地看着他。回头我也给你一个。哎，
你别这么委屈的看着我啊，我给你多做几个好不好？你还可以拿去送漂亮姑娘。你们接着说。我们只在靠近阴面处探查，依您所言，并未翻过山坡，发现有一条小溪流经山坡两面，溪水清澈，溪中有藻类，但无活鱼，林中动物亦不在此溪中饮水。那你们觉得妖魔鬼怪究竟是哪一种呢？蓝思追道：非妖非魔。为什么？蓝思追躬身一礼，答道：妖者非人之活物所化，魔者生人所化。此二物通常祸害生灵，而附近村庄无人失踪。新风邪盘探查不出，必然不是邪祟鬼类。无论赤峰坡阴面是何物，此物似乎吸食天地灵气造化之力，致使风林和溪水有异，修饰靠近后灵力色质，更像是精怪，由非人之死物所化。若放任不管，也许会逐渐吞噬更大范围内的灵气。蓝忘机赞同。好，我们准备去看看你们思追师兄的推测是否正确。魏无羡拍拍手，村民说10数年前还有人翻过山坡打猎，不管是什么玩意儿，一定是近年来才影响这么大的。赤峰坡靠近汉江上游，汉江流经云梦全境，不能让此物再长大了，此行可能有些危险。我们按老规矩做个测验，通过测验者才可同往。闻言，年纪小的孩子们都露出了紧张的神情。试猎场，魏无羡把明室里储备的3具凶尸都请了过来，立于三角。老规矩，制服全部凶尸，抢到我身旁这面令旗，就可以参与此次夜猎。魏无羡一边说，一边把笛子转得飞起。蓝景一问：魏前辈，您打算动用陈情？以往测验，魏无羡不过就是随便吹吹口哨而已。魏无羡笑笑，都说了这次测验要提高难度了，我手边就这3具普普通通的凶尸，怨气不够足，你们很容易就打倒了。不要啊，魏前辈，这样太难了。小辈们纷纷抱怨。要对自己有信心。魏无羡拍拍蓝景怡的肩膀，对更小的孩子们说：这次允许你们几个小的结阵闯关，最多3人一组，若是同组配合默契，策略得当，一人夺得令旗，也可算整组通过，如何？好。年纪小的孩子们终于燃起了信心，开始商量如何分组。第一组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魏无羡抬起头，目光如炬，是猎场上的风吹得他玄色衣袍和赤红发带猎猎翻飞，明媚而耀眼。他唇边挂着闲适的笑意，翻转陈情，吹响了第一个笛音。蓝湛，小朋友们进步都很大，我教的不错吧？只有6人通过测验。6人已经很多了，我本来想把小孩子都刷掉，只带思追、景怡、子珍，但想着这次有你一起，能多带几人就多带几人吧。魏无羡转过身，看着蓝忘机，倒退着走。等冬甲休沐了，我们2个人单独去夜猎啊。好。蓝忘机眼中似有涟漪漾开，方才这人陈情一曲，催普通凶尸如天降神兵，明明死死压制着蓝家小辈，却又总是适时递出空隙，激得他们越战越勇，最后似乎只差一点便能得胜。测验结束，没通过的人都想着要更加勤学苦练，来日再战。魏无羡天纵奇才，鬼笛一曲横扫千军，战场上神挡杀神的英姿萦绕他心头多年，现在却将卓绝天资、超凡奇才用在教导蓝家小辈。魏无羡环着他的脖颈，偏过头问：在想什么？蓝忘机诚实答道：你。蓝湛，你真是，我现在连说都说不过你了。魏无羡失笑：你在想我，我可是在想正事。思追说的不错，精怪的可能性最大，我们不便搜索全境。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改良风邪盘，使其可以探查到精怪。蓝忘机道：现在风邪盘只能探寻到怨气、湿气和邪气。是，怪类为非人之死物所化，气息与魔物、鬼类不同。你昨晚说在空中时觉气味不对，感到危险，遂带小辈返回，是何种气味不对？蓝湛，你还真是记得我每句话啊。魏无羡道：我还真说不上来，一种直觉吧，其实也是一瞬间的感受，很快就察觉不到了。许是精怪吞噬周围活物或邪物，故体内有怨气、阴邪之气，不吐纳时便不会被察觉。有道理，我察觉到的也许就是他吐纳的那一瞬间，所以这么多年周遭并无异常。他还在静息期，一旦长成，必定危害不小。
或许可用风邪盘追踪其体内怨气。魏无羡忽地顿住脚步，再抬头时，眼神明亮如星辰，猛地搂过蓝忘机，在他唇上重重拨了一下。蓝湛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知道怎么改良风邪盘了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